1月9日，乌克兰的3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部城市奥廖尔。这些无人机袭击了奥廖尔市奥列夫彭达克油库和当地能源供应商奥林狗的大楼，一度使奥廖尔进入了紧急状态。从2023年年底开始，俄罗斯实施了冬季空袭行动，开始大规模使用 FPV 无人机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打击。这次对奥廖尔的空袭也可以看作是乌克兰对于冬季空袭计划的反击。从2022年年初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战争的主战场一直都处在乌克兰境内。作为防御的一方，乌克兰也在努力将战场扩展到俄罗斯本土。在1月9日的空袭中，乌克兰的3架无人机也较为精准地命中了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从一些当地媒体拍摄的照片来看，爆炸现场产生了剧烈的浓烟，这3架无人机显然是有备而来。奥廖尔市奥列夫彭达克油库的一个油箱被击中，但俄罗斯媒体表示，油库中被击中的油罐是空的，因此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而第2架无人机导致当地能源供应商奥伦狗的大楼发生了火灾，奥伦狗对工作人员进行了紧急疏散，但第3架无人机根据目前的报道，没有命中有价值的目标。奥廖尔州州长安德烈·克利奇科夫证实了这场空袭，不过他表示，空袭引起的2场火灾已经被扑灭，而空袭造成了3名人员受伤，但伤势较轻，只有1人需要住院治疗。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有所指向性，都是一些和能源相关的基地和仓库，而袭击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高，足见乌克兰方面对于无人机技术的掌握又有所精进。乌克兰为何选择奥廖尔进行攻击？大兵认为最主要原因还是奥廖尔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220公里，这种距离可以使无人机快速抵达目的地，完成作战任务。而奥廖尔距离莫斯科只有370公里，乌克兰选择这一地区进行空袭，也有震慑莫斯科当局的意味。这次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是一种未公开型号的远程攻击无人机，目前还不知道是由哪家公司生产的。乌克兰的这次行动显然是为了回应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对于乌克兰的大面积袭击，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而这次袭击并不是个例，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夏塔吉尔市发生了一起铁路爆炸事件，导致交通受到影响。俄罗斯方面分析，铁路并不是乌克兰打击的目标，这一段铁路附近有一个油库，乌克兰的目标应该是油库，只不过铁路阴差阳错成为了替死鬼。在别尔哥罗德，俄罗斯军方击落了10架正在靠近此地的乌克兰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碎片掉落在地，导致3人受伤。通过新年以来的这几次行动，也可以看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经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案。对付敌方无人机最好的办法便是用数量更多的无人机予以反击，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无人机方面，乌克兰可能开始扭转局面，至少在 FPV 无人机的数量上已经可以和俄罗斯掰掰手腕了。兄弟们会好奇，乌克兰的无人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美国对于乌克兰的帮助非常重要，在无人机领域，美国一直都有所涉猎。白宫也在近日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先进装备的议案，这其中明确包含了无人机系统。议案一旦得到通过，会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体系起到很大的帮助。而德国也在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初，德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并不积极，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德国也开始转变态度。去年年底，德国同意将2024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至88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翻了一番。除了这些国际援助外，乌克兰本土的一些军工企业也在加大无人机方面的研究，这让乌克兰军方的可选择性更加多样。有准确消息称，去年12月份，乌克兰军方已经接受了一批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一批无人机由
Termil Atomeo 公司生产并交付，代号为镰刀无人机。今天大兵就来聊一聊这款镰刀无人机。跟很多老牌军火公司相比， TA 公司的历史并不悠久。2022年底，这家公司才刚刚成立，满打满算也只有1年多的时间。可为何这么一家初创企业能得到乌克兰军方的订单呢？大兵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对于无人机的设计理念更加符合发展规律。不同于其他军火公司对于尖端科技的追求， TA 公司从创建时便将公司的发展目标定位于研发出更加优秀的无人机，以应对现代战争的不断变化。说到自杀式无人机在作战时的优点，很多兄弟估计都会想到一个词：便宜。相对于很多高精尖武器昂贵的造价，无人机确实属于便宜的一档。就比如俄罗斯最近经常使用的 Ground 2，单个的造价仅在2万美金附近，所以俄罗斯才可以肆无忌惮的大规模投放。而乌克兰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时，只能投入更多财力进行防空建设，这无形中就对乌克兰的整个军工体系进行了削弱。甚至可以这么说，造价的高低可以判定一款自杀式无人机是否优秀。而 TA 公司生产的 AQ400 无人机，从设计伊始便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压低生产成本。AQ400 的机身由乌克兰家具工厂的显削胶合板制成，这种材料造价低廉，但是不会影响无人机的质量。该公司表示，这代表了比 3D 塑料打印更具有可扩展性的代替方案。而在生产阶段，由于飞机的制造非常简洁，在制造这种无人机时，并不需要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节省了一笔额外的开支，只需普通工人便可以大规模生产。之前曝光的信息显示， AQ400 系统的起始成本为25,999美元，不过经过进一步的改进，最新数据表明 AQ400 基准配置成本可以低至15000美元，甚至比伊朗设计的Shahed 136还要低。公司的创始人也不止一次表示， AQ400 的成本方面正是故意对标Shahed 136，立志要研发出更有性价比的无人机，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目标。当无人机的价格被压下去后，剩下的大规模生产便能够水到渠成。不过无人机显然不能只有便宜这么一个优点，作为一种远程空袭武器，它必须要有足够强的杀伤力以及较长的续航，才能使它在战场上顺利完成任务。特别是俄乌战争中，因为俄罗斯疆域辽阔，无人机往往需要飞行很远的距离才能达到预定地点。乌克兰军方对于无人机的续航要求更加严格。根据该公司介绍， AQ400 的巡航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44公里，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搭载的续航设备可以让它最多连续飞行6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如果在不受到干扰的情况下， AQ400 甚至可以从俄乌边境到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显然是俄罗斯方面最不愿意看到的。 TA 公司也并不掩饰这一点，甚至还当作卖点，在宣传 AQ400 的视频中直接打出飞到莫斯科的标题。而在杀伤力方面， AQ400 的威力和Shahed 136相似，总有效载荷为94磅，通常携带42公斤重的弹头。在精准度上， AQ400 可以附加组件向操作员传输视频，从而根据指令打击目标。不过这一操作只能在一定距离内实现，当超过这个距离后，无人机将通过自动驾驶仪进行自主飞行打击目标，并且 AQ400 和传统远程无人机相比，在设计上更轻，体积也小了不少，这可以方便军方对其进行运输和组装。按照 TA 公司的说法，从准备到发射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完成。而 TA 公司创始人弗朗西斯科·马丁斯称，在现阶段 AQ400 的产量还只能达到每月100架，但只要经费足够， AQ400 的最终生产速度绝对可以达到每月1000架。外界普遍认为，这款无人机一旦开启量产并交付给乌克兰军方，势必会让俄罗斯的防空压力陡然增大，俄罗斯将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在莫斯科附近加强防空投入，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希望看到的。
不过 AQ-400并不是乌克兰的唯一选择。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卡梅辛在近期就曾经透露，目前有100多家军工企业和乌克兰合作，正在进行自杀式无人机的研发。如果最终都能顺利投入生产，每月可以生产多达数万架无人机，以满足前线作战需求。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自杀式无人机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各国对于这一系统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来还是由乌克兰首先使用自杀式无人机，用以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减缓正面战场上的压力。在当时使用 FPV 无人机这一行为被解读为乌克兰缺少装备武器而采取的无奈做法，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双方的消耗不断增加，正面战场上也陷入了僵局。自杀式无人机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到达谁能首先实现大规模量产，谁就能够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地步。就像一战中坦克的诞生、二战中航母的崛起一样，俄乌战争中异军突起的 FPV 无人机战术势必会深刻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势。正如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总经理戈尔曼·斯梅塔宁所说，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不但可以保家卫国，自身的军工产业也将得到长远的发展。这些无人机技术在未来都将是宝贵的财富，到时乌克兰可以像出口粮食一样出口这些无人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见。